用沾满泥巴的毛巾弄脏车牌，然后将车停到了一个陌生人面前，一脸和气地询问对方的身份。男人疑惑地上前了解情况，结果下一秒，巨大的后坐力让他表情痛苦，但在看到死去的男人之后，他却面带笑容，一脚油门离开了现场。随后又来到了第二名目标的家门口，拿出手枪上好子弹。可还没等到目标出现，一个女人却突然开始疯狂砸他车窗，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一些指责的话。还没等他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女人却直接拉开车门打算上车，不料却意外看到了男人藏在报纸下的手枪。反应过来的他立马和女人争抢了起来，可紧接着女人被射中喉咙，当场领了盒饭。男人赶紧下车拿回武器，但这时女人的丈夫听到动静走了出来。男人故作镇定地伏在车门上，丈夫打电话报警的同时，也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妻子。反应过来的他转身就跑，男人则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将其射杀。见对方已经死透，男人朝四周观察了一番，发现并没有目击者，于是迅速驾驶车辆逃离现场，随后将汽车停到了一处小树林。此时整个人因紧张全身颤抖，刚想走2步的他却脚下一软，直接坐在了地上。这时他才注意到自己的双腿已经没了知觉。男人并没有多想，赶紧抓起一把树叶将车牌清理干净。而他之所以会壮着胆子做这一切，却只因为一份工作。男人名叫索尔，2年前在一家造纸厂就职高管，但不巧的是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德国，他的工厂也不例外。索尔很不幸的成了失业潮中的一员。原本凭借出色的能力，他应该可以很快找到工作，可一直过去了2年，他每次寄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这让索尔的生活陷入了危机。直到这天，索尔突然从电视上看到了一则造纸厂的招聘启事，对方给的条件很优厚，并且刚好和他的专业对口，这让一家人似乎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便前往参加了面试。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顺利，但为了防止意外，索尔的脑海中还是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以造纸公司的名义在网上发布了招聘启事，结果只过去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便收到了大批求职者寄来的简历。索尔从这些信件中筛选出了5份和自己实力旗鼓相当的竞争者。没错，他的想法就是干掉这些人，那么造纸公司就只能选自己。说干就干，他来到地下室，翻出了父亲2战时留下的手枪，将压满子弹的弹夹塞入枪里。但在行动前，他必须得练习一下枪法，于是找到了一个僻静的森林，举枪瞄准了树上的纸片。强大的后坐力震得他手臂生疼，上前一看，发现自己并没有击中目标，随后缩短距离又来了一枪，这次顺利的击中了树干。回去的他便开始着手调查第一个目标，发现这人离自己并不远，于是第2天他便展开了行动。但在经过一个加油站加油时，索尔突然又冒出一个想法，他要打劫这里的加油员，这样他就能解决这个月的燃眉之急。于是眼神坚定地走了进去，看到柜台里的现金，索尔便开始摸兜里的武器，但下一秒他的意图就被对方识破。加油员不动声色关上钱盒的同时，打开抽屉亮出了里面的猎枪。看到这一幕的索尔瞬间怂了，于是拿上零钱赶紧转身离开，随后继续执行自己的计划。就这样，索尔在1天之内成功干掉了2名竞争者，同时还有那名被误杀的女性。回家的索尔紧张坏了，冲洗冷水澡想让自己冷静。妻子见状打算清洗他换下来的衣物，却意外看到了被索尔干掉的那2人的简历。索尔见状赶紧从妻子手上夺了过来，并解释这只是一片模板而已，随后将2人的简历撕碎冲进了下水道。晚上索尔就从电视上看到了被自己杀掉的几人的报道，而那名被他误杀的女人之所以会对他出言不逊，全因他将索尔认成了和自己女儿搞暧昧的教授。很快这名教授就被警方以嫌疑人的身份逮捕。就在索尔满脸不可思议之时，却看到了更惊愕的一幕，教授为了自己的清白，竟当着所有人的面从高楼上跳了下来。而教授的死无疑让整个案件失去了所有线索，也从侧面帮索尔掩盖了一切罪恶，这让索尔坚定决心继续干掉其他几人。但由于手上只剩下3个目标，怕有新的应征者出现，所以索尔打算加快自己的计划。于是他来到了第3个目标的家门口，看到对方在和妻儿道别后朝自己走了过来。索尔立刻准备好了武器，接着摇下窗户想和对方搭话，却发现男人被邻居喊住，索尔只能放弃动手。等男人走远之后，他便开车跟了上去。当他再次找好机会准备动手之时，却发现男人走进了一家餐馆，一直等到了晚上，索尔也没见这人出来，于是他便准备好武器，披着衣服走进了餐馆，看到男人原来在这里做服务员，于是索尔便假装食客点了份吃的，接着和目标聊起了天。从男人的口中得知，他已经有半年没工作了，一直在这家餐厅上班，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听到男人这么说，索尔便起身走出了餐厅，一直到了晚上10点，结束完工作的男人终于走了出来。索尔见状立刻开车跟了上去，接近男人之后便打算动手，可目标和自己的车都在移动，导致他根本没法瞄准对方，还差点因为走神撞上前面的车。无奈的他只能停下手中的动作，但这时他却注意到男人准备通过斑马线，于是毫不犹豫地撞了上去。
索尔有一些慌张，但看到男人还在动，于是他在观察周围没人之后，直接猛踩油门从男人的身上压了过去，随后快速离开了现场。紧张的他没敢回家，而是在周围找了家小旅馆入住，身体再次不自觉地抖如筛糠。索尔赶紧冲进卫生间洗了个冷水澡，让身体尽量的保持冷静。可刚走出卫生间的下一秒，他就剧烈的呕吐了起来。第二天一早，准备打扫卫生的保洁看到了熟睡的索尔和他身边的枪，紧张的赶紧关门离开，而关门声也彻底惊醒了索尔。看到天已经亮了，索尔立马穿好衣服转身走出了旅馆。可当他看到自己那被撞烂的车头之时，明白必须得想个办法，否则就会有麻烦。但就在他纠结该怎么办时，却看到一辆违章行驶的汽车，于是果断系好安全带后撞了上去。回去的路上，他将第3名目标的简历撕碎扔出了窗外，可很快他就被巡逻的警察拦了下来。对方注意到了索尔撞烂的车头，询问他是怎么回事。索尔赶紧拿出保险证明，说自己前不久发生了车祸。警方在核对信息无误之后，便将证件还给了他。凭借自己的机智，索尔再次成功摆脱了嫌疑。然而就在他满脸庆幸地接上妻子打算回家时，却从妻子口中听到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消息。妻子向索尔提出了离婚。原来这段时间索尔的行为总是奇奇怪怪，老是趁着妻子不注意偷偷出门，所以妻子觉得索尔可能在外面有人了。听到这话的索尔却很是愤怒，他没想到妻子竟然会这样想自己，可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家庭，为了挽回家庭和婚姻。两人来到了婚姻咨询处，但还没等两人说明来意，调解员却率先表达了一些指责性很强的话语，这无疑让索尔彻底爆发。Alors d'accord, le travail n'est pas tout. Et sans travail, je suis quoi? Hein? Et je fais comment?这番话也让妻子感觉到很自责，她没想到失业竟然会给丈夫带来如此大的打击，内心在这一刻也彻底理解了丈夫，打算离婚的想法也瞬间烟消云散。两人最终和好如初，解决掉家庭矛盾之后，索尔便开始着手干掉第4个目标。这人在郊外有一座很大的房子，第一职业是养蜂人。停好车的他拿出武器，朝着这人就靠了过去。等到接近对方之后，索尔便开始喊他的名字，但一连几声这人都没有做出回应。就在这时，远处又走来一人，而这人才是他真正的目标。显然索尔又差点杀错人。对方在和妻子交谈几句之后，便驾驶汽车离开了家。索尔见状也立马跟了上去。在路口等红绿灯时，索尔果断拿出了枪，结果刚准备动手的他却被一对过路的妇女打断。无奈的索尔只能寻找机会，他跟着男人的车来到了一处花卉市场。就在男人将买好的东西塞进后备箱时，抓住机会的索尔果断出手。完事的索尔一脸满足的驾车回家，却发现门口停了辆陌生的汽车。刚进门，妻子就紧张的表示有警察上门找他。索尔一脸淡定的和2名警察碰面。警察告诉索尔，最近有几名和他同行业的敬业者接连被杀，并且根据调查，这些人1个月前都应聘了同一家公司。于是拿出照片询问索尔认不认识几人。此时的索尔紧张坏了，赶紧出言说自己并不认识几人。虽然警察们怀疑索尔，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所以只能悻悻离开。等到警察离开之后，索尔随便敷衍了妻子几句，接着来到地下室，将手枪和剩余的子弹全部塞进了一个塑料袋中，随后马不停蹄地出门，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将武器扔进了水中，接着再次来到了邮局，又收到了一大笔求职者寄来的简历。索尔在车上筛选了一番，这次从中只找到了一份比较有威胁的简历，于是他将电话打给了对方，以面试官的口吻约对方见面。办妥之后，索尔返回家中，在储藏室找到了一把趁手的家伙事。见面这天，男人如约而至，但索尔并没有进去，而是静静地盯着对方。对方在等了很久都没看到索尔，于是直接起身离开。索尔见状也立刻跟了上去，一直跟着男人来到了一家商场。索尔这才发现，原来男人失业后就在这里从事导购的工作，瞬间心里有了一个想法，于是假扮成买衣服的顾客，想要试穿西装。男人见状将他带进了更衣室。等男人离开，索尔立马拔出刀来比划了几下。多次的杀人已经让他沉稳了很多，可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男人却直接坐到了索尔的对面，开始哭诉命运的不公。他说自己在一家公司兢兢业业干了16年，结果领导说辞就辞掉了他。失去工作之后，妻子也离开了。他现在50岁了，找工作也成了一个难事，现在每天必须打4份零工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说着说着更是泣不成声。这一刻，索尔甚至有些同情对方，起码自己比他过得好些，内心想要杀他的念头也瞬间烟消云散，果断放弃了这人。接下来他就将重心放到了最后一人的身上。等到夜深之后，索尔毫不犹豫地潜入了目标的房间，发现对方不在家，于是索尔就将
周围的门锁全部打开，接着从厨房找了一把刀，用毛巾包好，准备充分后便开始等待起来。结果不久之后竟被一声暴喝惊醒，原来他刚刚睡着了，而此时目标已经举枪站在了他面前。索尔见状赶忙开始了花言巧语，说自己很崇拜他，来就是想找他聊聊，发现门没上锁，于是就走了进来。听到索尔这么说，目标赶紧去检查门窗，结果确实发现门窗是开的。为了打消对方的怀疑，索尔还掏出了自己的证件，这让目标彻底放下了戒心。得知索尔和自己有同样的经历，目标竟邀请索尔和自己一醉方休，索尔也没犹豫，于是两人便坐在餐厅开始了举杯对饮。结果还没喝几杯，男人便一头栽倒在桌子上睡了过去。索尔见状立马起身，垫着手帕打开了所有煤气开关，清理掉酒瓶上自己的指纹，将周围的门窗全部锁死，然后返回到车内，静静的等待着男人一命呜呼。可没过多久，男人竟然缓缓的醒了过来。看到这一幕的索尔慌张极了，立刻拿出刀来准备动手，结果下一秒他便注意到了男人打开窗户准备点烟。干掉这些人后，剩下的日子就等企业的通知。可一连过去了2周，一直没有等来消息。直到这天早上，索尔终于收到了企业发来的邮件。兴奋的他立刻收拾着装，打算去报道。可就在这时，警方却再次找上了门。索尔以为自己暴露了，于是央求警方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儿。Moi, j'ai dit à ma femme que c'est exactement une maison comme celle-ci qu'il nous fallait. 接着，警方掏出了一张照片，是那名导购。警方告诉索尔，这人自杀了。On est. Il a laissé un mot, j'en ai marre, j'arrête tout, rien ne sert à rien. Explicite, non? Et vous pensez que ce sera lui qui... On le pense, oui. Je vous ai dit que nous finissions toujours par les trouver. Vous pouvez dormir tranquille maintenant, votre famille aussi. 索尔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己心软放过的导购，竟然最终帮自己承担了一切，再也没有顾虑的他也成功被企业聘用。凭借出色的能力，没过多久就成了企业的高层，但很快他就成了另一名失业者的目标。对方了解了关于他的一切信息，并且在一个晴朗的周末找到了他吃饭的餐馆。索尔也从女人的眼神中察觉到了异常，他起身来到了女人身边，而一场新的职场危机显然已经来到了他身边。此剧结